我想先给你讲一个你可能听过，但从未如此感同身受的实验。19世纪末，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正在研究狗的消化过程。他发现，每当助手给狗送食物时，狗就会开始分泌唾液，这很正常，是生理本能。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日子一长，巴甫洛夫注意到，即便助手只是走进房间，甚至只是脚步声在走廊响起，还没看到食物，狗的口水就已经开始飞流直下3000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巴甫洛夫脑中形成，他决定玩个花样，在喂食前，先摇响一个铃铛。起初，铃声对狗来说什么都不是，它只是茫然地抬抬耳朵。但当铃声响起，食物就来，这个流程重复了无数次之后，奇迹，或者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巴甫洛夫只摇铃，不给食物，那条狗依然疯狂地分泌唾液。铃声，这个原本毫无意义的中性信号，通过与食物这个奖励的强行绑定，彻底劫持了狗的生理反应。狗不再是为食物流口水，而是为铃声流口水。它失去了自主判断，沦为了一个被动的、被条件反射所操控的生物体。实验结束了，但1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实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球几十亿人身上重演。现在，请你立刻、马上拿起你的手机，回想一下那个叮咚的微信提示音，那个嗡的短视频更新震动，那个屏幕上突然亮起的红色数字角标，是不是就像那声清脆的铃铛？而当你听到、感觉到这些铃声时，你的手指是不是会像那条狗的唾腺一样，不受控制地开始滑动、点击、刷新？你期待着那份食物，可能是一条搞笑的段子，一个吸睛的舞蹈，一句戳心的文案，一个惊悚的反转。它们是算法为你精心调配的，能瞬间刺激你多巴胺分泌的信息饲料。你以为你在娱乐，你在获取信息，你在连接世界，但真相是，你可能正在成为21世纪的巴甫洛夫之犬。你的每一次无意识点击，都是一次唾液分泌；你的每一次沉迷其中，时间黑洞般的刷刷刷，都是一次被投喂。你不是在主动觅食，你是在被动饲养。节目里的年轻人，特指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并感觉自己的时间、精力、专注力和深度思考能力正在被无形吞噬的现代人。我们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信息获取的成本趋近于0，而保持精神独立的成本却趋近于无穷大。今天的节目不想再重复那些短视频正在毁掉你的陈词滥调，批判现象是廉价的，提供解药才是真正的慈悲。我将用超过1万字的篇幅，为你彻底讲透，在这个被算法和信息洪流包裹的时代，普通人如何挣脱被投喂的宿命，在内心建立起一座强大、自主、源源不绝的精神核动力反应堆。这不是一篇危言耸听的檄文，这是一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清醒者的自救手册。第1章，勘破迷思。你不是在娱乐，你是在被饲养。在构建我们内心的核动力之前，我们必须先像一个最冷静的工程师一样，勘察清楚我们所处的地质环境，我们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对手？一奶头乐的终极形态，你以为你在选择，其实你只是在回应。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概念 Titlement 奶头乐。他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80%的边缘化人口将不需要参与任何有价值的生产活动。如何安抚这群无用的人？给他们塞上一个奶头，让他们沉浸在廉价、刺激、唾手可得的娱乐内容里，消磨他们的时间，耗散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的能力和反抗的欲望。在那个年代，这个奶头是好莱坞大片、明星八卦、真人秀节目，而今天，短视频平台已经将奶头乐进化到了它的终极形态。它不再是一个广播式的大众化的奶头，它是一个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到令人发指的智能奶头。你喜欢看美女跳舞，它就给你推送源源不断的黑丝长腿。你刚查了某个考研资料，转头就在信息流里刷到上岸学长的经验分享。你和朋友聊到想去某个地方旅游，下一秒，关于那个目的地的种草视频就精准地猜你喜欢。这背后是一套冰冷而高效的商业逻辑。平台的唯一目的是最大化你的在线时长，它并不关心你是否学到知识，是否获得成长，是否变得更幸福。它只关心一件事：如何让你像赌场里的赌徒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拉下刷新这个老虎机的摇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算法会不遗余力地给你创造一个信息茧房。它会持续不断地给你喂养那些你认同的、喜欢的、能让你感到舒适和愉悦的内容，让你感觉这个好懂我啊。但这种懂是一种毒药，它让你误以为你眼中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偏激、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的声音。你以为你在自由地选择看什么，但实际上，你所有的选择都早已被算法框定在一个狭小的信息池里。你不是在探索世界，你只是在自己的倒影里打转。你以为你是 App 的用户，但从商业模式上讲，你和你的注意力才是那个被打包出售的商品。广告商是客户，而你是被算法精准饲养，以便随时可以收割注意力的数字肉鸡。2. 思想钢印的悄然植入，从缸中之脑到算法之脑。如果说奶头乐是对我们注意力的阳谋，那么算法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改造，则是一场更为隐蔽的思想钢印植入。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Brain in a Vat 缸中之脑。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大脑被从身体中取出，放在一个装满营养液的缸里，科学家通过电极向你的大脑传递各种信号，让你感觉到你正在生活、工作、恋爱，你将无法分辨哪个是真实，哪个是幻想。在过去，这只是一个科幻设定，但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主动将自己的大脑接入一个由算法构建的虚拟缸中。这个算法之脑的系统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思维习惯。深度思考能力的瓦解，15秒一个反转，60秒讲完一个知识点。短视频的本质是把一切复杂、深刻、需要上下文理解的内容打碎成信息碎片。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中，你的大脑会逐渐丧失处理长链条、复杂逻辑信息的能力。
让你读一篇超过3000字的文章，你会觉得烦躁不安；让你看一本需要静心思考的书，你会觉得味同嚼蜡。你的思维正在被训练的只能进行浅层处理。批判性思维的消亡， BGM 一响，眼泪就来，文案一上，三观就定。短视频极度依赖情绪渲染，它用最直接的视听刺激，绕过你的理性分析，直接攻击你的情感中枢。你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是真的吗？逻辑链条完整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你的情绪就已经被调动，你的立场就已经被预设。久而久之，你不再习惯于审视，而只习惯于接受。语言能力的退化 YYDS 绝子栓 Q。 我们并非反对网络热词，但当我们的表达被这些高度浓缩、缺乏细节的词语所垄断时，我们描述世界、表达复杂情感的能力正在不可逆地退化。我们失去了对语言的精微感受力，也失去了用精准语言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思想的深度往往取决于语言的精度。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12岁的小男孩拿着一本漫画版的王阳明传，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知行合一与跨越阶层。视频获得了几十万点赞，这场景让我感到一阵寒意。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少年天才，而是一个被知识罐头喂养出来的复读机。他能流利地背诵那些结论和金句，但他真的理解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的绝望与挣扎吗？他真的明白知行合一背后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艰难与伟大吗？他不知道，他只是在表演一种深刻。而这正是算法之脑最可怕的地方，它让我们拥有了知道的幻觉，却剥夺了我们理解的能力。我们收藏了无数干货，却从未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智慧。我们浏览了无数观点，却从未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的大脑正在从一个主动思考、构建意义的 CPU， 退化成一个只能被动接收、存储碎片的硬盘。看破了这两重迷思，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机 App， 而是一个设计精巧、威力巨大的精神收割系统。逃避和抱怨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出路是在我们的内心建立起一座比它更强大的能量中心。第2章，心理博弈，从巴甫洛夫之犬到精神核动力的构建。真正的博弈不在于卸载哪个 App， 而在于重塑我们的大脑。这是一场关乎精神主权的独立战争。所谓精神核动力，本质上是一种强大的心力，它包含了专注力、思考力和自控力这3种核心能力。它能让你在信息洪流中保持定力，在众生喧哗中拥有主见，在诱惑丛生中坚守目标。构建这座精神核动力反应堆，需要启动并维护好3座核心的反应堆。第一座反应堆，从信息阶段到信息狩猎，重夺你的专注力。很多人意识到问题后，第一反应是戒断，比如设定屏幕使用时间，或者每周安排1天无手机日。这有用吗？有用，但仅仅是戒断，是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它就像节食减肥，一旦恢复正常饮食，极易反弹，因为你只是在压抑欲望，而没有改变你获取精神食粮的模式。真正的破局在于从被动的戒断升级为主动的信息狩猎。想象一下，
原始人获取食物的2种方式，一种是守在果树下，等着熟透的果子掉下来砸在头上，这叫被动投喂；另一种是带上弓箭和长矛，主动进入森林，追踪、观察、捕获自己想要的猎物，这叫主动狩猎。刷短视频就是第一种，而我们要做的是成为第2种，一个信息时代的精神猎人。具体怎么做？一、设立狩猎主题，不要再漫无目的的刷，为你自己设定一个为期1个月或1个季度的狩猎主题。这个主题可以是你工作上急需突破的技能，如文案写作、数据分析，也可以是你一直好奇的某个领域，如宋代历史、量子物理、古典音乐入门。2、切换狩猎工具。在狩猎期间，你的主要信息来源应该从短视频、公众号文章切换到更系统、更权威的狩猎工具上。这些工具包括书籍，尤其是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一本书是作者耗费数年心血构建的完整知识体系。读一本好书等于与一个聪明的大脑进行深度对话，这是任何信息碎片都无法比拟的。高质量纪录片课程，如 BBC 国家地理的纪录片，或者 Coursera、edX 上的大学公开课，他们提供了系统化、结构化的视听知识。行业报告、学术论文，如果你想深入某个专业领域，这些一手资料是你的最佳猎物。3、执行狩猎仪式，规划狩猎时间，每天或每周，画出固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狩猎时间，比如每晚9点到10点，或者周末的整个下午。在这段时间里，手机静音，关闭所有不必要的通知，进入飞行模式，进行主题阅读，围绕你的狩猎主题进行系统性的输入。比如你的主题是理财，那就去读《穷查理宝典》《聪明的投资者》等经典，而不是在短视频上看各种财富密码。建立狩猎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用你自己的话，把核心观点、逻辑脉络以及你的思考和疑问记录下来。这不仅是记录，更是知识内化的过程。从被动投喂切换到主动狩猎，你的心态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你不再是一个空虚的、等待被填满的消费者，而是一个目标明确、充满力量的探索者。你的专注力会在一次次成功的狩猎中被重新磨砺得锋利无比。第2座反应堆，从刻意练习到构建知识圣殿，重塑你的思考力。通过信息狩猎，我们获取了高质量的建筑材料，但如果只是把这些材料堆在脑子里，它们依然是一堆砖头瓦块，而不是一座坚固的宫殿。第2座反应堆的核心，就星号构建，把碎片化的知识加工、链接、组织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知识圣殿。这需要我们超越收藏和记忆，进入理解和创造的层面。这里有3个强大的建造工具。1、费曼学习法，以教为学的终极武器。物理学天才理查德·费曼有一个著名的学习秘诀，判断你是否真正理解一个知识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用最简单、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它讲给一个完全不懂的外行听，并且让他听懂。这个方法威力无穷。当你尝试去教的时候，你会立刻发现自己知识体系中的漏洞、逻辑不清的地方，
以及那些你自以为懂了但其实一知半解的概念。为了能教会别人，你会倒逼自己去查阅更多资料，去反复思考，直到把这个知识彻底揉碎、消化，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实践方法：每次学完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比如什么是复利，不要只是收藏起来，尝试做以下事情：找一张白纸，想象你要给一个12岁的孩子讲明白复利，然后把你要讲的内容写下来，或者打开手机录音，把你对复利的理解口述一遍。甚至你可以真的找你的朋友、伴侣，尝试给他们讲讲，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了。2. 第一性原理思考，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井机。埃隆·马斯克之所以能颠覆航天、汽车等多个行业，他反复强调的思维模式就是第一性原理。所谓第一性原理，就是拨开事物的表象和所有约定俗成的类比，回归到最基本、最核心的公理和事实，然后从这个地基出发，一步步向上推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接收到的绝大多数是结论和观点，而不是推导过程。第一性原理就是一部能让我们自己勘探到思想水源的钻井机。实践方法：对任何一个你接收到的常识或结论进行连续追问。比如，有人说年轻人就该去大城市发展，你问星号为什么？星号回归第一层，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你再问星号机会多具体指什么？星号回归第二层，指的是工作岗位多，行业前沿，能接触到更优秀的人。你继续问星号这些东西对我个人而言，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哪个？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在小城市，有没有可能以更低成本获得其中一部分？星号回归到个人需求和成本的核心。通过这种不断的追问，你会穿透那些笼统的人云亦云的口号，触及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更适合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决策。3. 建立知识复眼，跨界连接的炼金术。查理·芒格说，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将它们联系起来。真正的洞见往往发生在不同知识领域的交界处。知识复眼就是有意识地在你狩猎来的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建立意想不到的连接。实践方法：用生物学的进化论思想去理解商业竞争的适者生存，用物理学的熵增定律去理解个人和组织为什么会不进则退，用心理学的损失厌恶原理去分析股市里散户为什么总是追涨杀跌。当你开始进行这种跨界连接时，你的思考就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是一个由普世规律编织起来的生机勃勃的智慧生态系统。你的知识圣殿由此建立。第3座反应堆，从提高执行力到守护精神能量，重燃你的自控力。有了专注力和思考力，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样东西，来把蓝图变成现实。星号自控力，星号，或者说执行力。很多人把执行力差归结为懒，但真相是你不是懒，你是能量被耗尽了。想象一下，你的精神能量就像手机电池，每天早上醒来是100%，每一次无效的刷屏
每一次情绪的内耗，每一次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做决策，都在消耗你的电量。到了晚上，当你终于想做点正事时，却发现电量只剩下 10%， 系统提示低电量模式，根本带不动学习、工作这种高耗能的 App。 所以，提高执行力的关键，不是用意志力去硬扛，而是像一个精明的管家一样，守护和管理你宝贵的精神能量。识别并远离能量吸血鬼。信息吸血鬼，那些不断给你推送负面、焦虑、八卦信息的 App 和账号，果断取关、屏蔽。你的信息流应该由你精心挑选的能量补给品构成。人际吸血鬼，那些习惯性抱怨、散播负能量、不断打压和消耗你的人，物理上或心理上，与他们保持距离。记住，你没有义务用自己的能量去填补别人的黑洞。2. 建立精力庇护所。创造物理庇护所，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隔绝干扰、专注做事的空间。可以是一张干净的书桌，一个安静的咖啡馆角落。当你进入这个空间，就等于向你的大脑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是工作学习时间了。创造时间庇护所，践行深度工作的理念。每天画出1至2个小时的免打扰时间块，在这段时间里，不看手机，不回微信，只专注于一件最重要的事。这种高质量的专注所产生的价值，远超8个小时的低效忙碌。3. 执行微习惯策略。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每天读1本书这种宏大的目标，这很容易因为挫败而放弃。从最小的、几乎不可能失败的微习惯开始。想跑步，目标不是每天跑5公里，而是穿上跑鞋，走出家门。想读书，目标不是每天读1章，而是翻开书，读1页。想写作，目标不是每天写1000字，而是打开文档，写1句话。当你完成了这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后，你已经战胜了 90% 的惰性。而一旦开始，惯性会推着你继续走下去。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是在为你的精神电池充电，形成一个正向的能量循环。通过这3座反应堆的协同运作，你的精神核动力系统就基本搭建完成了。你将拥有在喧嚣中保持专注的定力，在复杂中洞察本质的智力，以及在诱惑中坚守目标的心力。第3章，王者归来，夺回你人生的定义权。写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们费这么大劲构建这个精神核动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不刷短视频吗？不，这从来不是目的，这只是手段。我们真正要夺回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定义权。当你被动地被算法投喂时，你人生的剧本是由别人写的。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消费欲望，你的价值判断，甚至你的梦想，都可能只是算法根据你的数据画像为你推荐的结果。你以为你渴望的诗和远方，可能只是因为你刷到了太多关于大理和丽江的旅行视频。你以为你追求的搞钱搞事业，可能只是因为你被太多搞钱博主的焦虑文案所包围。你以为你向往的神仙爱情，可能只是因为你沉迷于各种甜宠剧的工业糖精。你活在一种二手生活里，你的感受是二手的，你的思考是二手的，你的人生也是二手的。而当你启动了内心的精神核动力之后，
一切都将不同。你开始拥有了不的自由，你能清晰地分辨哪些是外界强加给你的噪音，哪些是你内心真实的声音。你可以平静而坚定地对那些消耗你、绑架你的信息和人说一声不，谢谢。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做什么的自由，而是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你开始拥有了创造的能力，你不再满足于消费别人创造的内容，你开始渴望表达，渴望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可能是写下一段深刻的思考，可能是拍出一个独特的视频，可能是开发一款解决问题的软件，也可能只是为家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餐。你从一个被动的观众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玩家，甚至是一个游戏设计者。你开始拥有了定义成功的权利，你不再需要用世俗的标准，金钱、地位、粉丝数来锚定自己的价值。你的价值感来源于你内心的丰盈，来源于你对世界独特的认知，来源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源于你创造美好事物的过程。你活成了自己的度量衡。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今天，这句话或许应该更新为，被算法审视的人生是可悲的。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信息过载的现实，我们也无法让那些科技巨头变得更有良心，但我们永远拥有一个选择权，是选择继续当那条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的巴甫洛夫之犬，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内心拥有磅礴力量，能够定义自己人生的精神核能者。这条路注定是少有人走的路，它需要你付出努力，需要你保持警醒，甚至需要你忍受一时的孤独。但请相信我，当你真正品尝到那种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不依赖于任何外界刺激的强大而持久的喜悦与力量时，你就会明白，之前在信息饲料中获得的所有廉价快感，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不值一提。因为算法的尽头是饲料，而思考的尽头是星辰。最后，留给每一个看到这里的倾听者一个互动话题：今天，你打算如何为你的精神核动力添加第一块燃料？是读一本搁置已久的书，进行一次彻底的数字安息日，还是用费曼学习法去攻克一个知识点？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计划，让我们一起见证彼此的王者归来。